香港呢，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金融中心、貿易中心、航運中心，也是一個重要的經濟中心。這是它的一個經濟地位。這個中心的地位又跟上海、北京、深圳同樣也是經濟中心、金融中心、貿易中心或者港口、航運中心，有什麼不同呢？就是一國兩制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即使再過20年、30年，上海、深圳或者青島或者其他城市，它的經濟總量哪怕是香港的2倍、3倍，甚至你說是5倍，香港的地位照樣是不可替代的。所以不要用 GDP 超過了香港，就好像香港可以替代，沒這回事。我們國家從來沒有這個想法，因為一國兩制是對香港發展有利，對中国的發展也是极其有利的。中国再開放也不會搞資本主義制度，大家明白，100年、1000年也不會搞這個。但是香港就是一個資本主義制度，在這個意義上，一國兩制，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的金融中心、貿易中心、經濟中心、航運中心，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深圳、上海的金融中心、貿易中心、經濟中心、航運中心，就開放的角度上有相通之處，但又有基礎性制度不同的地方。這也就是香港存在的意義，不在於它 GDP 再過10年、20年，中国國內的經濟體量大嘛，所以自然經濟規模會超越香港。但是它的主要功能不在於它的 GDP 本身有多大，它就那麼700多萬人，怎麼能跟你1億人口的一個省啊，或者幾千萬人口的一個中心城市來做這種比較呢？它的意義不在這，它的意義就在於一國兩制下的金融、貿易、經濟中心，就在於它是實施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金融中心、貿易中心、經濟中心、航運中心以及各種國際人才交互的中心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大家可以看香港40年來這個比例從來沒變過。是什麼比例呢？就是中國引進外資。我剛才說了，40年來從一年引進幾十億、幾百億，後來到了1000多億，基本上穩定在每年1000多億。過去5年我們引進了6500億，也差不多一年1000多億美元的外資。大家知道，這40年來每年引進外資的54%左右、55%左右是香港這邊投過來的。那為什麼以前我們國家經濟規模很小的時候，香港佔外資50%幾？那麼現在經濟規模已經大到了很大100萬億了。上海的經濟規模06年開始超過香港了。那麼深圳的經濟規模呢，到了16、17年也超過香港了。那麼這個情況下，香港是不是外資比重會下來呢？去年還是54啊。什麼道理？你就要想着，它就是全球資本通過香港这個跳板進入了中國，不是香港本土的老闆拿了600億、700億美元，它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金融中心、資本市場中心、經濟中心，人家可以利用這個跳板，然後間接的進入了中國。所以這個50幾的外資，你可以說是香港的，也是全球的，你要這麼理解。第二個概念，香港作為貿易中心，它一個這麼小的彈丸之地，跟大陸國際貿易去年做了7000億美元啊，超過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和中國加在一起，不就是5500加1500不就7000億嗎？那一個香港為什麼跟大陸可以做7000億呢？並不是香港700萬人本身的內在需求，它就是世界性質的轉口貿易、離岸貿易的一個中心。那為什麼全世界都跟它做轉口離岸？因為世界大部分是資本主義國家，它是個資本主義經濟體，人家就跟它做離岸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我們的黨從毛主席到鄧小平到我們習近平總書記，都是偉大的領袖、睿智的前瞻者，都看到了這個體制不同中的潛在優勢的互補。所以不要用一般的，好像你好我求你，我要用你，你不好了我把你撇開了，沒這回事。大家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度我們中央之腹，好像因為香港現在不行了，有點亂，所以用深圳去取代它。不要有這些想法，我覺得網上有這些文字都是小兒科的一些文字，沒什麼意義。香港 vs 上海全方位核心區別，二者定位互補，分工完全不同。上海是內地在岸經濟與實體產業核心，香港是離岸國際資本連接器、中外超級聯繫人，並非競爭替代關係。一、政治與法律制度，香港依據基本法高度自治，擁有獨立行政、立法、司法50年制度不變，法律體系英美普通法。
與全球商業、跨境投資、國際仲裁規則完全接軌，海外資本認可度極高。貨幣港元自由兌換，資本完全自由進出，無外匯管制，聯繫匯率锚定美元，官方語言粵語、普通話、英語3語。